爸，你也是老员工了，到现在还不知道咱们店里的规矩吗？给顾客的食物不能自己吃。江主，这是我徒弟汪恒买给我垫肚子的，你误会了。什么误会？这分明就是我们店里的盘子，装的就是我们店里的花生米。青宁妈，你们快来看，真是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啊！江主，爸就好这口，不就是一盘花生米吗？他又没吃别的。青宁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店也有店的规矩。吃花生米是不算什么，但这是原则问题。被外人知道了，以为我们店没规矩。今天有人偷吃花生，明天就有人有样学样敢偷收银台的钱，那我们生意还要不要做下去？要是实在管不住手，我看这厨师换个手脚干净的也成。爸，要不你就给大家道个歉吧，就一句话的事儿，咱们小事化了，行吗？青灵，连你也不信你亲爹？喏，这个月的1000块生活费拿好。沈师傅，您又自己贴钱买好肉，这别声张，为了店里名声，值得。沈师傅，您又自己贴钱给我们发工资，这好好干，把菜做好。一盘花生米，让我看清了我的亲女儿。既然我的女儿也不信任我，觉得我是家贼，那这主树我不干了。依着你婆婆的意思，赶紧换个手脚干净的吧。爸，你非要在这时候跟我闹，让我难做吗？你就不能替我考虑一下，替这个家考虑一下？我不替你考虑，为了你这个店，我起早贪黑，我还不算为你考虑吗？爸，这做错事儿了还不让人说两句，您现在怎么越老越糊涂，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了？就是，就因为这2句话叫撂挑子，至于吗？亲家爹，人活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，你这当爹的能不能有点责任心？责任心？他深知外面请个大厨起步也要7、8千，像我这种国宴回来的，没2万根本没人接手。他刚才说换厨师，不过是想以此要挟，彻底把我这个免费劳动力踩在脚底下。我沈子海活了一辈子，清清白白，从没受过这种委屈。你们另请高明吧，我哪来的回哪去，伺候不起你们这几尊大佛。师傅一直教导我不能拿饭馆任何东西，这花生米是我自个儿掏钱买的，你们不信可以查监控啊！闭嘴！这是我们一家人的事情，有你个学徒说话的份儿吗？你们不就是仗着监控坏了，才敢在这儿监守自盗吗？现在拿监控说事儿，演给谁看呢？讲到底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认个错不就过去了？可你们非得撒谎，不就是偷了东西又拉不下面子承认吗？我沈子还买不起一盘花生吗？我再问问你们，我是沈清灵的亲爹，就算我今天真在这吃了一盘花生米，又怎么了？难道我不配吗？青宁，这是你爹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毕竟我是他亲爹，曾经供他吃穿，从不亏待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他总该站在我这边了吧？爸，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。你想吃什么都可以，跟我要，也可以自己去买。但你一声不吭从饭馆拿，那就是偷。要是明天亲戚们都学你，我这饭馆还开不开了？你说什么？你怎么就不为我想想？赶紧道个歉算了，别在这让外人看笑话。你不怕丢人，我还嫌丢人。你哎呦，不会是要装病吧？快打120！快打120！亲家公，你这戏演的也太过了吧？您肯装病也不愿意道歉，真是够顽固的。你能不能给庆宁省点心啊？就是，刚才庆宁说的哪句不是实话？你至于委屈成这样吗？现在大环境这么卷，你要是带起这股监守自盗歪风邪气，我们这饭馆还开不开了？爸，你就别闹腾了，安分点行吗？赶紧起来做菜。中午李总点名要来咱们这儿吃饭，只要你把菜做好了，李总吃美了，花生米的事儿我就做主不计较。你们疯了吧？
师傅都疼成这样了，能是装的吗？我这就打急救电话。好了，消停点，外面人多眼杂，要是被李总知道咱们店里叫过急救车，多晦气，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就是，你也是我们店里的员工，吃我们的喝我们的，怎么一点都不为店里考虑？我看跟你师傅一个样。清宁，这种不懂感恩的员工留在家里，指不定哪天就给咱们闯大祸。妈说的没错，从今天起，你被开除了。王恒，清宁呢？是我一个人送您来医院的。老板娘她说她没空陪您演戏装病，让您别闹了，赶紧回厨房干活。罢了，以后我就当没有这个女儿。师傅，我想请您去我家做总厨。5星级酒店还要给我70%的股份，东家给厨子分70%股份，这放在全球都是头一份。师傅，实不相瞒，我和父亲从海外回来创业，一直想进军餐饮业，我们久仰您大名，但您之前不愿出山，我才隐瞒身份拜师学艺。如今看您受这种委屈，我实在忍不了。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以后我认您做干爹，给您养老送终，这一条我也写在协议里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干爹，以后儿子一定好好孝敬您，给您养老送终。我一定会让你成为顶级大厨。大哥，清宁已经把事情跟我说了。慈善，你来了，你不用安慰我，我这心已经凉透了。谁说我是来安慰你的？大哥，你还要躺多久？这戏演的差不多就得了，别装病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装病？哎呀，何必跟亲女儿计较呢？咱们当老的，最后不都是为了小的活吗？你现在这么闹，搞得大家都不痛快。哼，可真不地道。这就是我从小带到大的亲弟弟，当初他赌博欠债，是我掏空积蓄帮他还债，他没吃没喝，是我一口口省下来喂他。他明明知道我的人品，可现在一开口，竟然也是责怪。我没装，你瞎了吗？没看见我身上插着管子，打着吊瓶？大哥，我们亲兄弟一场，你心里想的什么我还不清楚。你这病都是假的吧？以前我还觉得你家庭幸福和睦，天天跟我炫耀女儿孝顺，没想到啊，大哥，你这日子也过得破破烂烂的。原来我又错付了。所谓将心比心，压根比不过嫉妒2个字。我这个不成器的弟弟，恐怕早就等着看我的笑话了。现在外边的亲戚都在传，说你平时装的正派，背地里连一盘花生米都要偷吃。清宁把这事传出去了，他劝不动你，只能发动大家伙帮忙喽。最后一致决定，让我来当说客。大哥，不是我说你，这么大把年纪，让女儿女婿省点心吧，人得知足，省得被人戳脊梁骨，以后没人给你养老。这就是我倾注全部心血养大的亲女儿，竟然在外面这样败坏亲爹的名声。那个餐馆，我死也不会回去了。庙小妖风大，我沈子海待不起。至于养老，你回去告诉沈清灵，我不用他养老。大哥，你是不是发羊癫疯了？不就一盘花生米吗？至于闹到装病的地步吗？这不是一盘花生米，而是日积月累的心寒。你真是老糊涂了，不可理喻，我懒得劝你。爸，你快跟我回去！昨天李总吃的很不满意，说菜里没了那股子神韵。我已经求了李总好久，他才答应7天后再来一次。你现在立刻跟我回去备菜，别在这装病了。放手！我
病了，做不了。爸，别装了，你身体一直都很好，怎么可能突然就病了？是啊，要不是为了你操劳这2年，我好好的身体怎么会因为劳累过度病了？你们请新的大厨吧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确实请了新大厨，我婆婆介绍的，手艺好得很，所以这次不需要你掌勺，你回去给他打个下手就行了。毕竟厨房现在少了2个人，根本忙不开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我回去给别人当喽啰使唤？堂堂国宴总厨，这辈子什么时候给别人打过下手？沈清灵，你这是在践踏我的职业尊严，是在羞辱你亲爹！爸，我们已经退一步让你打下手了，你怎么还不知足？非要把整个家闹得支离破碎，你才甘心吗？清宁，你以前很孝顺，是爸的小棉袄，为什么现在变成这副模样？是觉得翅膀硬了，看不上我这把老骨头了？你走吧，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爸，你要是这种态度，那咱们可就要好好算一笔账了。你要跟我算什么账？这2年我每个月给你1000块生活费，2年就是2万4。至于你平时的吃喝，我就不要了，给你抹个零头，给我2万就行，扫码还钱吧。沈清宁，你这也太白眼狼了吧！照你这么算，师傅把你抚养成人花了多少钱？送你出国，供你吃穿，你怎么不算算那些钱？一码归一码，每个月1000走的是公账，是我爸在湘菜馆上班的生活费，说不干就不干了。是我爸违约在先，不还钱，这不让我做女儿的难做吗？看来他是觉得请到了新大厨，不用靠我了。不就是2万块吗？我给你，钱给你，从今往后，我和湘菜馆两清。好啊，爸，既然你这么硬气，希望你以后别后悔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当初答应去湘菜馆帮你。还愣着干嘛？点击付款。师傅，您别激动。医生，快来人啊！医生，我爸知道错了，把钱还回来了，2万，1分不少，拿回来就好。哎，清灵，你爸那样子到底是不是装病？8成就是，我看他手劲大着呢，分明就是想装病让我服软。他是我爸，我还能不了解他？只要做好李总那一餐，500万注资就到手了。到时候咱们店鸟枪换炮，以后各界名流都得排队给咱们送钱。你们放心，我请的这位陈大厨，那可是我知根知底的，绝对不小偷小摸，而且什么菜系都会。到时候大鱼大肉端上去，肯定能让李总吃美了。沈子海那老头就会做点白菜豆腐，清汤寡水的。我请的可是大席厨子，到时候给首富整点大鱼大肉，那才叫气派。这么大的馆子，油水肯定多得流油，这下发财了。我沈子海的菜虽看似家常，但每一道都是国宴级的独门手艺。你们以为大鱼大肉就能打动李总？7天后，看看到底是谁后悔。李总，你可算来了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上次你们说主厨生病让我等7天，我今天带的可是最重要的客户，绝不允许再出任何差错。李总，您放心，后厨都安排好了，今天准备的都是硬菜，保证让您和您的贵客吃得舒心满意。那就好。那李总，关于上次提的投资的事，今天把话放这儿，李某就是冲着你们家那位大厨来的，只要今天这顿饭吃好了，注资500万不算什么，追加到1000万都不在话下。但要是你们还敢拿上次那种东西来糊弄我，后果自负。哼！妈，你确定那个新大厨没问题吧？要不我还是去医院把我爸求回来，不就是做点破家常菜吗？
我看你就是胳膊肘往外拐，非要把你爸叫回来。哎呀，你怕什么？我请的那位大厨，那是十里八村都夸的手艺，比你爸那几道清汤寡水的菜强多了。师傅好，主厨好。传承手艺，不期时刻，开灶。太精准了！哇！这味道绝了，像是国宴级别的水准。这家店的主厨简直是厨神下凡。李总，您快尝尝。李总，您这是？这叫东坡肉，又柴又腻，连猪毛都没拔干净，这火候比我上次吃的还差。这可能是人难免会失误，您再尝尝这道招牌清蒸鱼。我给你们7天时间，你们就拿这种玩意儿敷衍我？这红烧肉都是臭的，你们是想害死我，还是想毒死我的客人？李总，您别动怒，这么多菜呢，肯定有对您胃口的，您再试试别的。是啊，李总，这猪蹄软糯入味，您尝尝。还吃什么吃？当我没吃过好东西吗？我要见主厨，我不相信这些垃圾是沈师傅炒出来的。说，你们是不是把人换了？李总，您说笑了，主厨是我亲爸，我们怎么可能换掉他呢？可能是他今天身体还没完全好利索，状态不太好，才发挥失常了。李总，您别生气，这事我们来处理。妈，你当初不是拍着胸脯跟我说，找来的这个厨子手艺绝对靠谱，完全能顶得上我爸吗？这厨子在咱们老家确实厉害啊！村里不管是红事白事的流水大席，全都是他掌勺。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个个都夸他做得好，谁吃了都说香。什么？你居然找了一个只会做农村流水大席的厨子，来给身价亿万的首富做菜？你这哪里是给我添乱，你这是明摆着要害死我们全家，要把整个湘菜馆彻底毁了！行了，事到如今，你怪我还有什么用？骂我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当务之急是赶紧把你爸喊回来救场。只要你爸肯回来，亲口承认这桌菜是他做的，再给李总低头道个歉，重新亲手做一桌好菜，这件事肯定就能翻篇儿。我爸他到底在闹什么脾气？都到这种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了，他再不接电话，整个湘菜馆就要被他的任性彻底搞倒闭了。你爸肯定还在生之前的气，心里没消气儿呢，再打。说到底是亲父女，哪有什么隔夜的仇？实在不行，你说话语气软一点，跟他服个软，低个头，他肯定就接电话了。好，我再给他打最后一次。师傅，咱们店里生意实在太火爆了，外面排号机的号码纸全都用完了。可就算这样，还有好多顾客守在门口不肯走，非要等咱们家的位子。不能让顾客白白浪费时间等着。走，我亲自出去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忙，请稍后再拨。挂了，他居然敢直接挂我电话！再打，快再打一次！爸，李总要见你，你马上给我回湘菜馆来，立刻，马上！我怕他把我拉黑了。这家味道怎么样？值得排这么久吗？值，太值了！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湘菜，没白等。我明天还得带全家再来。真的假的？我以前觉得那家老牌湘菜馆已经是天花板了，这家能比那儿还好？不可能吧？各位，实在抱歉，今天的备菜号已经发完了，没领到号的街坊
只能明天再来了。这不是湘菜馆的沈师傅吗？真是沈师傅，原来您到这儿来了。难怪味道这么正。沈师傅，只要是您掌刀，您在哪儿我们就去哪里吃。以后我们再也不去那家湘菜馆了，咱们就认准沈师傅，认准张氏酒楼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种猪食一样的东西也敢端到我面前？李总，您消消气儿，这中间可能有点误会。来，您先喝杯酒。沈师傅呢？让他出来见我！再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就和你们湘菜馆取消合作，再也不会来了。李总，您别生气，我爸他这几天突然生病住院了，还没出院呢。这些菜是由于他不在，徒弟们发挥失常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明天他出院了，肯定能回来。李总，你别在那家湘菜馆浪费时间了。我刚打听清楚，湘菜馆的主厨沈师傅都被那家人欺负走了，现在在张氏酒楼坐镇呢，生意火爆的整条街都瘫痪了。什么？走，去张氏酒楼。刚才李总说什么张氏酒楼江竹，这附近有这家店吗？我怎么听都没听过。说是最近刚开业的，就开在咱们斜对面那个转角。我也是前2天才偶然瞥见的。哼，我经营湘菜馆这么多年，这片地界还没人能越过我去。走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什么草台班子，敢这么大胆子抢我们的生意。李总，您尝尝这个。别看它卖相简单，就只有白菜和豆腐，这味道堪比燕窝。江总，你这牛吹得有点大了吧？就这白菜豆腐，再怎么做能好喝到哪儿去？说真的，这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汤，太好喝了！食材本身的清甜味道完全被激发出来了，没有多余的调料味儿。还有一丝沁人心脾的清香，喝完真是畅快淋漓。如此高超的厨艺，这绝不是普通厨师能做出来的，恐怕是国宴大厨吧。李总好眼力，我打探到的独家消息，这位掌勺的沈师傅确实是曾经隐退的国宴大厨。听说这家酒楼为了请他出山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花了不少心思呢。我一定要见见这位主厨。我想邀请他负责我下个月的家宴，不管多少钱都行，只要他肯答应。哎，大哥，问一下，这家酒楼到底是卖什么的？真有这么好吃吗？值得排这么久的队？那当然了，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么地道的湘菜，就算排2小时队也值啊！论香菜，哪有对面我们家湘菜馆的正宗？我就不信能比我们家的还好吃。你们这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家酒楼的主厨可是曾经的国宴大师，做湘菜的一把手，手艺那是没得说。人家不仅菜做的地道讲究，味道好，价格还实惠。不信你们自己看门口的菜单。这价格比咱们店面便宜了整整3成，这怎么可能？那又怎样？便宜也未必有我们的菜好吃，说不定背地里偷偷用的是烂菜叶子，才敢卖这么便宜。走，进去看看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搞什么名堂，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厉害。这菜味道真不错，还是这儿的菜合口味。几位久等了，这是我们店推出的特色开胃菜白菜豆腐汤，各位先垫垫肚子，菜单马上就给您送过来。这一看就是连我都能做的普通豆腐汤，没什么稀奇的，能好喝到哪里去？估计又是噱头罢了。就是，我看这酒楼的人气大部分都是花钱买来的营销，这帮食客说不定都是被骗来的托儿。这味道，老婆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很难喝？这不就是我们家以前那个豆腐汤的味道吗？一模一样，分毫不差。没错，这就是咱们自家的味道，连那股清香的比例都一模一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在这里？哼，我就说他那天被开除的时候怎么不哭也不闹，原来是早就攒好了家底，准备另立门户跟咱们打擂台啊！肯定也是趁着在后厨打杂的时候偷师学去的。小小年纪，真是心机深重。这就是存心跟我们作对，想断我们的财路。3位是来吃个饭的话，未免动静闹得太大了吧？我不来，怎么能知道你居然干出这种背德偷师的行径？王恒，好歹你也在我饭店里干了1年多，你这么做对得起自己吗？对得起我爸吗？大家快都别吃了，都听我说。这家店的老板原本是我们湘菜馆的一个小学徒，他手脚不干净，偷了我们家的祖传秘方出来单干，这里所有的菜全是抄袭剽窃我们家的。不是，这是抄袭，真的假的？抄袭啊！我之前去对面的湘菜馆吃过，味道确实很像。那这小伙子太不地道了，偷师可是行业大忌，恐怕要让各位失望了。我确实是这家酒楼的老板，但我并不负责主厨，更没有参与任何做菜的环节。不可能！如果你没偷师，这菜的味道怎么会跟我们湘菜馆一模一样？就算不是你剽窃，也肯定是你们请的那个主厨剽窃。让你们主厨出来，我要跟他当面对质，看看什么样的贼敢偷到我沈家头上。你想怎么对峙？爸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爸，你跟我实话实说，这汤是不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。你们在这儿大吵大闹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还问我想干什么？我都跟李总说你生病住院了，你倒好，没在医院躺着，反而出现在对头的酒楼里。你知不知道李总刚才怎么看我的？王恒是我徒弟，他酒楼开业，我这个做师傅的过来帮帮忙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哎呦，真是亲爹呀，胳膊肘往外拐的都要折了。爸，你怎么能这样做？我之前低声下气的去医院求你回来帮忙，你置之不理，转头就来给徒弟撑场子，你这是在抢女儿的生意，是在存心跟我们作对。爸，你这事办的真是太不地道了。就是啊，天底下哪有亲爹跟女儿女婿抢生意的？大家快来看看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父亲，简直是老糊涂了。行了爸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，赶紧跟我回去。只要你现在回去给李总重新做一桌菜，之前的事儿我既往不咎。丢人现眼？你凭什么觉得我在这儿是丢人现眼？沈清宁，你记性不好，我帮你记。欠你的生活费我也还清了，现在我和湘菜馆一刀两断了，你管不了我，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我想给谁做菜就给谁做。爸，你真是一把年纪了还赌气，你非要闹到这个地步吗？你好好想想，在自家店里你还能当个受人尊敬的主厨，但出了那个门，你也就是个给别人打打下手，做做开胃前菜的命。当年青宁他妈妈走得早，我为了照顾他不得已才隐退，没想到在他心里这么看不起我这个爸爸。在你的眼里，我沈自海这辈子就只配是个给人打下手的命。那不然呢？你肯定也听说了，张氏酒楼请到了真正的国宴大厨坐镇，就凭你那两下子，在这里顶多就是个打杂的，怎么可能混得出头？听我的，回去帮自己家人，咱们才是一家人，利益是一体的，总比给外人卖命强。是啊，爸，只要你现在认个错，跟我们回去，以前那些不愉快，我们都既往不咎。在别人手底下看人脸色干活，和在自家店里当家做主，这区别您总该清楚吧？再说了，您一把年纪了，身体又不好，万一哪天您在后厨累倒了，这帮外人肯定二话不说就把您扫地出门，谁会管您的死活？你别胡说，我待师傅就像亲生父亲，只要有我在，张氏酒楼没人不敢不尊敬师傅。这种时候你们倒是开始学会为我设身处地着想了，但我告诉你们，比起在湘菜馆被你们说偷吃花生米，我宁愿在外面清清静静的做我的菜。行了行了，爸，你别在这闹了，我可以大度一点，原谅你这次监守自盗的事，
以后谁都不许再提了。现在赶紧去收拾东西，跟我走，省得等下那位传说中的国宴主厨回来了，发现你在这儿招摇撞骗，还要把你灰溜溜的赶走，到时候更丢脸。沈师傅，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啊！师傅，这位是首富李总，李总这次亲自登门，就是为了请您出山的。感谢李总的选择与厚爱。沈师傅，您刚才那道香菜简直是惊为天人，我这辈子走南闯北就没吃过这么地道的味道。我下个月的家宴，恳请沈师傅务必亲自操持，条件您随便开。我没听错吧？李总说沈四海是曾经的国宴大厨。李总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爸他就是个开小餐馆的，他真的是传说中那位国宴大厨吗？是，当初师傅因为放心不下你这个亲生女儿，拒绝了无数5星级大饭店递过来的橄榄枝。他决意隐退，收敛光芒，一心一意守在那间湘菜馆帮你经营，就是想让你过得好一点。结果呢？你们这家人不识好歹，把师傅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硬生生将他最后一丝耐心都磨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的，爸从来没说过这些。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你们这是在质疑我的眼光吗？我能去你们那间湘菜馆，就是为了品鉴沈师傅的国宴手艺。结果呢？你们给我吃了一堆什么烂东西？天底下也就只有你们这种没眼力见儿的，才会把绝世珍珠当成廉价榆木。爸，你作为我亲爸，居然瞒着我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是不是压根儿没把我当亲生女儿？现在还联合外人一起对付你自己的亲生女儿，看我出丑，看我被李总撤资，这就是亲爹该做的事情吗？我这些年都是为了你。师傅，你冷静点，别激动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3个人给我赶出去，立刻把他给我带走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呸！心眼小的跟针尖似的，亲爹报复女儿，真是活久见了。青宁啊，你说以后我们该怎么办？离了谁地不转？就算没有首付注资，没有我爸的厨艺，我也能把湘菜馆好好经营下去。我就不信了，凭我的本事还能饿死？没错，老婆，咱们新请来的那个厨子，那可是10里8乡都认可的口味，做大席那是绝活，咱们的生意肯定能红火起来。师傅，您刚才脸色太差了，咱们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没事，就是刚才气急攻心，有点低血糖，缓一缓就好了。师傅，您先垫点，这花生米刚炸好的。沈师傅，您受累了。像您这样的国手，实在不该被家务事困扰。刚才的邀请依然有效，我下个月的家宴，真心希望由您来主持。不知沈师傅意下如何？既然李总这么看得起我，这活儿我接了。好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沈老板，打算给我开多少工资啊？陈师傅，我爸以前在这儿帮忙的时候，一个月是1000块钱。你看，沈自海那是你亲爹，给你帮忙那是尽义务，我能跟他比吗？现在外头主厨什么身价你们也清楚。虽说我是姜老太的老乡，但公事还得公办，我也不多要，一个月2万。2万？陈福，你疯了吧？你这狮子大开口啊！姐，我在外头那都是3万起步，跑这儿来喊2万，那是看在老乡的面子上。而且这只是底薪，每天买菜买肉的钱得另算。妈，你不是说他是老乡能便宜点吗？怎么比我爸贵这么多？我哪知道这小子现在这么黑心啊！本市首富李总今日老婆，你看张氏酒楼都要挤破门了，咱们要是再没主厨，客人全跑光了。不如先试用他3个月。以前爸在的时候，餐馆1个月起码进账10万，2万，咬咬牙也不算贵。
行，2万就2万，但试用期3个月，工资打8折，每个月16000。16000？嘿，在村里当帮厨，1个月才6000，这家人果然人傻钱多，我得先骗住了，以后买菜买肉油水多的是。成交。江老太，咱们这菜都见底了，买菜的预付款该给一下了。拿去，省着点花。500？江老太，你跟我开玩笑呢？这500块钱顶多够买3天的菜，1个月起码得3万起步。3万？你抢钱啊！以前沈子海在的时候，1个月才问我拿1000。哎呦我的姐，沈子海那8成是拿自己的养老金在倒贴你。哼，我1个月拿16000的薪资，你再问我要3万块买菜钱，那我这不就是倒贴钱上班吗？我不管，反正我就给你这么多，你要懂得开源节流。现在大环境不好，每一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。行，开源节流是吧？那还得从供货商这儿开始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不跟你说虚的，我其实认识个供货商，东西好，价格低，实惠的很。要是换了他，咱们1个月起码能省下2万块。真的？能省2万？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换！这里的火候再收1分。香菜讲究的是那个镬气，不能软塌塌的。喂，李烨啊。沈师傅，打扰您了。那个湘菜馆那边换了个新主厨，刚才直接通知我不合作了，连之前的结余都想赖掉。什么？他们居然这么过分！沈师傅，我现在手里压了一批新鲜食材，如果没人接就会烂手里。哎，您看张氏酒楼这边还缺不缺供货商？李烨，你跟我合作了这么多年，食材品质一直很有保障，我信得过你。这样吧，你把货送到张氏酒楼来，我们继续合作，价格按以前的走，1分钱不给你少。哎呦，沈师傅，真是太谢谢您了，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合作了10年的老关系，说断就断，沈清宁到底在搞什么？师傅，您听说了吗？对面的湘菜馆换供货商了。刚听说李烨给我打过电话了。师傅，您猜他们换了谁？换了一个叫白鹤的。那人我之前在别的饭店干活时合作过，圈子里出了名的黑心，好坏混卖，拿死猪肉冒充鲜肉那是常有的事儿，早就被咱们这片大部分餐饮老板拉黑了。也不知道沈清宁他们怎么想的，跟这种人合作，这不是等于自败口碑，把客人往火坑里推吗？贪小便宜吃大亏，这店怕是快到头了。以前在湘菜馆买菜挑食材这些苦活累活都是我一手包揽，沈清宁他们基本等于坐在那儿数钱收钱，根本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，连食材的根基都敢乱动，他们这简直是自取灭亡。师傅，有个好消息，咱们酒楼开业才7天，流水已经把装修钱全赚回来了，这全靠您坐镇。这是给您的额外分红，里面有5万。你已经给了我很高的工资了，这分红我不能拿，你留着周转。师傅，您就收下吧，要是没您那几道招牌菜，酒楼哪有这名声？这是您应得的。真是讽刺，在自家亲女儿的店里干了2年多，别说分红，连工资都没见过1份，反倒是在徒弟这儿拿到了应有的尊重跟肯定。行，那我就先替你收着。走吧，去菜市场，我得亲自去采买。师傅，您现在都是总厨了，这种小事交给下面人去办就行了，何必亲自跑一趟，太辛苦了。王恒，你记住，食材是餐饮之本，这上面一点差错也不能出，我们要100%对得起进店的顾客，否则那就是在自砸招牌。师傅，您挑的这些黑猪肉确实不一样，闻着都没那股腥臊味儿。您说的对，我们干饭店的还是得亲自把握食材才行。哟，我还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国宴主厨吗？哼，买这么多东西，这是发了大财啦！怪不得怎么都不肯回来。为了钱，连亲女儿都不帮了。清宁，虽然我不在湘菜馆做了，但为人父，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：做餐池，食材是最重要的，
绝对不能马虎。你少在这里说教！你以为离了你我就不行了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找到了非常靠谱的主厨，手艺比你强多了。就算你背叛我这个亲女儿一走了之，我照样能把湘菜馆经营得很好，我根本不需要你。没错，我们新招的陈师傅不仅有实力，人脉还广。我看你以前故意选那些贵的供货商，就是为了吃回扣、中饱私囊吧？幸好我们当初及时发现你手脚不干净，把你给清退了，不然我们湘菜馆还不知道要吃多少闷亏。中饱私囊，手脚不干净，你们是真的没救了。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师傅在湘菜馆干了1年多，我的工资全是他自掏腰包发的，他1分钱没拿你们的，你们还敢在这里污蔑他？王恒，算了，没必要跟他们说这些，我们走。这家湘菜馆我上个月刚来过，那水煮牛肉的味道绝了，待会儿你们多吃点儿。您的水煮牛肉，请慢用。哎，老张，你确定是这家？这肉味不对啊，怎么一股子怪味？你是不是没吃过正宗湘菜？疼！哎呦，肚子好疼，这肉不对劲儿。出事了！有人中毒了！别吃了，这菜有毒！快打120，快救人啊！你们家到底在饭菜里放了什么东西？都快要出人命了！不可能的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家主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报警，快打120急救电话！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！这种黑心餐馆一定要投诉举报！你们别在这儿胡乱造谣！我们湘菜馆开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出过这种荒唐事儿。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故意跑到我们店里来碰瓷儿赖人？未必就是吃了我们家饭菜才中毒的。哎呀，我的衣服！自己好好看看这肉，肉质发柴发黑，一股子腥臊怪味儿，一看就是最差的注水劣质猪肉。何止是肉有问题，你看做菜的油颜色浑浊发暗，说不定全都是地沟油。各位请冷静，我们的食材绝对新鲜，全程卫生都有把控，我绝不会做自砸招牌的事。卫生合格，谁会信你的鬼话？走，大家一起去后厨看看，倒要瞧瞧你们这帮黑心商家到底给我们吃的是什么东西。这就是你口中的卫生合格，这就是你说不会自砸招牌。大家快看，这就是他们用来做菜的地沟油，铁证如山。你们简直丧尽天良，等着赔钱，等着关门倒闭。完了，全都完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事情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陈父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沈老板，这事能怪我吗？帮厨的工资拖了1个月都没人结算，谁还愿意留下来干？人都走光了，没人打扫收拾，后厨能不乱成这样吗？妈，你为什么不给帮厨发工资？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哪晓得还要给帮厨按月发钱啊！以前店里这些杂事儿都是沈子海一手打理，我从来没过问过，也不知道行情。再说你是后厨主厨，管理后厨人手本来就是你的本分，店里乱成这样，你还有脸往外推脱？哎呦，老太太，您可真会往别人身上甩锅。我跟你申请买菜经费，你前后总共就给了500块钱，500块钱别说给帮厨发薪水，就连采买正经好食材都不够用。我也是为了给店里省钱，只能换成便宜供货商，这事怪不到我头上。至于顾客食物中毒，那是供货商食材不干净，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少在这里推卸责任，身为后厨主厨，连食材品质都把控不了，偷偷用地沟油坑客人，现在闹出这么大麻烦，所有损失都该由你全权赔偿。让我赔钱？做梦！要不是老太太一毛不拔，死抠买菜本钱，我犯得着去找劣质供货商吗？做人不能什么好处都想占，1分钱1分货的道理不懂，想花低价成本，还想吃出国宴水准的菜品，纯属痴心妄想。那个劣质供货商明明是你主动介绍来的，我看你就是个外人串通好，故意坑我们家的钱。走，
我去派出所说理去。今天这事儿你不赔钱，哪儿都别想去。我不去，给我滚开！哎呦，我的腰，疼死我了！来人啊，大人杀人了！别吵了，都别再吵了！你还想干什么？滚！再让我见到你，我直接打断你的腿！看看你们这脏乱的后厨，还有这些三无地沟油，你们简直是谋财害命！这种黑店再也不来了。喂，怎么了？医院那边怎么说？那3个中毒的顾客洗胃保住了性命，但全都送进了重症 ICU。对方放了话，不光要我们承担所有医药费，还要正式起诉我们。现在全城都传开了，都说咱们店吃坏了人要出人命，往后再也不会有人来光顾了。完了，一切都彻底完了。当初真不该一时糊涂，把我爸硬生生赶走。说到底，他终究是你亲爸，血浓于水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青宁，你去求求他，让他回来坐镇撑场子。没错，只要沈师傅肯回来掌厨坐镇，咱们这家店还有救。好，我试试。不行，他早就把我拉黑了。你给汪恒打电话呀！2号桌加的菜好了吗？你打电话来干什么？汪恒，我有急事要找我爸，你帮我叫他接一下电话。师傅，怎么了？师傅，是沈清宁打来的，说有急事找您。我和他没什么好说的。爸，我再怎么不懂事儿，也是您唯一的女儿。您怎么能对我这么绝情，连一句话都不肯听我说完？您就没想过，我死去的妈妈在天上看着，心里该有多揪心？您这般冷漠绝情，怎么对得起她？我妈妈临终前千叮万嘱，求您好好照顾我，您现在却撒手不管，您让她怎么安心闭眼啊？爸，咱们当面谈行不行？您亲眼看看我们的诚意，要是您依旧不满意，转身就走，我绝不拦着。求求您了，求求您了，爸！就最后一次，见一面吧。我还是答应去见清明一面。你会不会觉得师傅太没原则，太容易被动摇了？师傅，我没意见，她毕竟是您的亲生女儿，我也盼着她经此一事能痛改前非。无论您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。您等我一下，我开车送您过去。师傅，我在前面等你。爸爸，我以后一定给你开一家大饭店，比这个还要大。青宁在喜欢谁啊？当然是爸爸啦！哈哈。爸，我们店一直在赔钱，你来给我当主厨吧。老沈，菜还没好，爸，快点啊，客人都急了。不是老沈，3号桌的菜还没做完吗？马上就好了。干啥呀，爸？你心脏不好不是吃药了吗？怎么说你也不能耽误我上菜啊！爸，要不你就给大家道个歉吧，就一句话的事儿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从小到大，我爸就吃我哭这一套。等会儿我再挤2滴眼泪，踢踢我妈，她肯定会留下来，而且绝对不要1分钱工资。好儿媳，全靠你了。还是你有办法能治得住那个老顽固。等你爸回来，我立马跟在旁边学厨艺，把他的那些秘方全掏出来。等我学会了，
以后就再也不用看他那张臭脸，也不用受他的气了。什么家里人亲人，分明是3条吃人不吐骨的狼。爸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快进来坐。别装了，你们刚刚说的每一个字我全都听见了。我真是上辈子造了孽，才养了你这么个女儿。爸，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青宁是你唯一的女儿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她？而且你这个当爹的本就该为她尽心尽力，帮衬家里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就是，连你亲弟弟都说你这事儿做的不地道，做人不能太自私。我自私？我这1年多自掏腰包补贴饭馆，我做的已经够多了。是你们欺人太甚，是你们根本没把我当人看。爸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现在宁愿去帮外面的人，也不愿意帮我这个亲女儿是吧？是又怎样？明明我才是受害者，明明我为他尽心尽力，自掏腰包补贴，明明是他先对不起我，不认我这个爹，到头来竟然又把锅扣在我头上，真令人寒心。好，是你先对不起我的，以后你别后悔。师傅，是不是没谈好？从今天起，我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个女儿。我沈子海这辈子再也不会踏进那家菜馆一步。怎么回事？今天怎么一个客人都没见着？是啊，真奇怪，平时这个点儿早就人满为患了，今天连咨询电话都没响过。师傅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别毛手毛脚的，出什么事了？沈清宁她主动向新闻媒体告料，说你偏心外人，不帮亲女儿。现在你的名字挂在本地新闻热搜第1名，居高不下，全城的人都在背后戳你脊梁骨，讨论你呢。我看着我爸一个人在外孤苦伶仃，特意把他接到身边照顾，每个月都给他生活费，可他一点也不懂感恩。他带着徒弟处处针对我的饭馆，抢我的生意。这样的父亲实在是太不像样了。岳父，你但凡还算个父亲，就上综艺调解节目跟我们当面对质。这简直是在颠倒黑白！怎么能有人无耻到这种地步？这已经涉及到抹黑造谣了吧？师傅，咱们不能任由他们往身上泼脏水。我现在就发视频帮你澄清。这帮人真是太过分了，竟然砸店！师傅，他们太过分了，这已经是违法犯罪了，我要报警！王恒，先别急，换做以前，我可能早就气炸了。但经过沈清宁被刺这种大事之后，这些谩骂对我而言已经没什么效果了。沈清宁，你还有脸打过来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把手机给我爸。爸，现在这局面也不是我愿意的，只要你想通了，回到湘菜馆，一切都好说。别喊我爸，我没你这种女儿。你竟然上电视曝光自己父亲，从小到大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爸，我只需要回来继续给我们当大厨，你怎么就那么不听劝呢？句句理所当然，好似我活该受他使唤。这就是我的女儿，我的好女儿啊！做梦！怎么样，青宁？你爸松口了吗？什么情况？他拒绝了。青宁，我们湘菜馆已经快倒闭了，你得狠下心拿主意呀。对，现在就开直播，直播控诉他的行为。开直播？
我爸身体不好，之前的视频已经引起舆论压力了，他应该会想明白吧？青宁，如果不给沈子海施压，得等到什么时候去？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仗义直言。虽然我爸爸他受人蒙蔽，执意要帮着外人，但我还是恳请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激去攻击他，好吗？毕竟是我爸爸。青宁就是太心软、太孝顺了。岳父身体一向有问题，万一哪天他被气中风了，肯定会来问我们要医药费。现在我们饭馆入不敷出，实在是承担不起了。何止是医药费啊，这些年养老费都不知道给了他多少，他就像个填不满的窟窿。医药费、养老费，他们怎么有脸编出这种话？师傅，我实在是坐不住了，我现在就打开直播跟所有人解释清楚，我手里还有之前的转账记录。现在网友都认定了我是无良父亲，你现在上网说话只会被网络暴力无端攻击，根本没人听真相。那就任由他们这么泼脏水。我刚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沈师傅，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真是没想到他们几个能这么没下限，这分明是把你往死里整啊！家门不幸，让李总见笑了。哪里，我们也算是老交情了。上次您为我操办的家宴，我十分满意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请直说。多谢李总。既然沈清宁三人想让我上综艺对峙，那我就去。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做些准备，希望您帮我调查几件事。没问题，这些事儿对我来说不难，保证2天内办完。沈师傅你就放心吧。现在可以开启直播了。各位，我就是沈子海，沈清宁的父亲。关于网上的传言，我正式宣布参加那档综艺节目，其中到底有什么纠葛，会和沈清宁当着所有人的面对峙。清宁，江主，快过来，沈子海开直播了！没想到他真敢露面对峙。我真的要跟我爸闹到这个地步吗？青宁，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劝岳父回头，是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你可不能在这时候拎不清啊。青宁，到时候一上节目你就开始哭，哭得越惨越好。咱们博取的影响啊，大家最同情弱者了。妈，我知道了。直播快开始了，沈子海先生还没到吗？哼，肯定是心虚不敢来了，干了那么多丢人的事儿，我要是他，早找个地缝钻进去，没脸见人。到底谁没脸见人，自己心里清楚。爸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何必闹到这种地步？非要把我们逼死，对您到底有什么好处？当着观众的面，他竟然开始对我用您这种敬称了。以前在家里，他可都是直呼其名或者喊你，真是会装。亲家公，咱们都一大把年纪了，折腾什么劲儿啊？我们老一辈当父母的，活着大半辈子，不都是为了子女过得好吗？只要你愿意回湘菜馆，往事一笔勾销，父女哪有隔夜仇？爸，咱们回来本本分分过日子行吗？我求您了。哎呦，这女儿女婿也太明事理了，沈子海这次总该妥协服软了吧？不一定，你看他那态度，冷冰冰的，还直接坐在对立面，估计是个硬茬子，不肯认账。这沈子海真是个老糊涂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放着这么懂事乖顺的女儿不要，非要帮着外人对付亲闺女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直播正式开始。沈子海先生，请问沈清宁小姐之前在媒体上控诉你的那些事情，都是真的吗？
全都是一派胡言。爸，事到如今，证据确凿，您怎么还不肯承认呢？大家可别信沈子海的话，他在我们湘菜馆的时候就监守自盗，连盘花生米都偷，这种人说的话能信吗？那盘花生米是我徒弟汪恒从外面买回来炒的，街对面的煎饼铺监控记录下来了，超市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作证。不仅如此，为了避嫌，那天就连炸花生米用的油和盐，都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。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没有监控吗？店里的监控室坏了呀！谁能想到沈子海能找着对面煎饼铺的，还有那超市工作人员的口供。我真的误会爸了。虽然我们之间是有过这个误会，但爸，你也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把我们逼入绝境啊！就是啊，如果是我，绝对不会这样伙同外人抢自己亲女儿的生意，这心肠也太狠了。爸，难道我们这么多年的父女情，竟然扛不过这点小误会吗？是啊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，这当爹的确实有点过分了。就因为一盘花生米，至于把亲女儿逼得在这以泪洗面吗？这报复心也太重了。沈清宁小时候生活的肯定很压抑。他们撒谎！江家母子认定师傅品行有问题，逼着师傅认错道歉，师傅怎么解释都没用。对，我们当时就在后厨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你们做什么证？你们都是被我开除的人，本就跟我家有过节，说的话根本不能信。你们这是打击报复。口说无凭，那就视频为证。这视频是从哪儿来的？当初有帮工偷偷拍了，但一直没敢拿出来。最后我保证他能到张氏酒楼工作，他才安心把视频给了我。这女儿还是人吗？真相竟然是这样！这世上竟然有这种做女儿的，太可恨了！忘恩负义，还在这倒打一耙。我要是有这种女儿，当场就得被气死！太过分了！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我当时说的都是气话，不作数的，真的不作数，真的，爸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一直在问你们要钱，实际上我住院后，沈清林你亲自来医院，要走了这2年给我的所有生活费，1个月1000，一共要走了2万。我只是想让你回去湘菜馆，不是真的要你还钱，是你自己要还给我的。大家都听听吧。这2年，我每个月给你1000块生活费，2年就是2万4。至于你平时的吃喝，我就不要了，给你抹个零头，给我2万就行。当初我本打算退休回家，是你主动说要我去餐馆，说要给我养老，可结果呢？你是要我去给你们做免费的大厨。在饭馆这段时间，我没拿你们一针一线，反而一直在倒贴钱。爸，你这话可就说的太离谱了！你什么时候倒贴钱了？账目上哪有这回事儿？在你看来肯定是不用钱啊，因为你和你妈图便宜，食材用的全是不新鲜的，甚至全是剩的烂的。谁家好人半夜3更去买菜？鱼是死的冻的，肉是发臭的。为了盖住那股味儿，我师傅自己掏腰包买好的调料和配菜往里填，这不算倒贴算什么？就是，
你们抠门到连冰箱冷冻都舍不得开，这湘菜馆要是没有沈大厨的手艺撑着，早就倒闭800回了。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们连食材都要偷工减料？我只是跟妈说要省点钱，并没有苛刻到这种程度啊。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农村出来的，哪里敢花大钱？省钱是为了过日子，这不能怪我啊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当初没有跟青宁说这些，就是怕亲家母嫌我小气，坏了他们婆媳关系，也想着趁还能动，为女儿多做点什么。没曾想，我的体谅在他们眼里却成了理所当然。靠！这3个人不仅是白眼狼，还做黑心生意，这种烂肉也敢给人吃？一边把人工当牛用，一边把食客当狗，心肠全黑透了。爸，您就当是为了外孙，别跟我们计较了。爸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们只是一时糊涂，被猪油蒙了心啊！您再给女儿一次机会吧。爸，您就当是为了外孙，别跟我们计较了。这20年，我起早贪黑在后厨烟熏火燎，就为了供你读书，给你们买房买车。我以为养出的是贴心小棉袄，结果换来的却是你们的污蔑和背叛。我沈自海教女无方，今天当着全网的面，我正式宣布，我与沈清宁正式断绝父女关系。爸，不要！至于你们违约私吞以及对我造成的人格污蔑诽谤的费用，律师会来跟你们沟通，该罚该付的，1分都不能少。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沈师傅，对不住啊，我们之前不该听信网上的谣言，还跟着骂您。您20年的手艺和人品，我们街坊心里其实有数，是我们糊涂了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各位也是听信了谗言，不是出于本意，都是街坊邻居，过去就过去了。以后张氏酒楼随时欢迎大家。哥，救命啊！哥，沈自山，哥，这次你是真的得救我。那些催债的疯了，他们是真敢杀人啊！他们放话了，今晚要是见不到钱，就要了我的命。你看，这是他们给我的警告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死在那帮畜生手里啊！哥，你帮帮我，我们是亲兄弟呀！亲兄弟？你输红眼去偷房产证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亲哥吗？我的钱全都赔给那些白眼狼了。为了平息合约的事儿，我现在的家底比你的脸都干净。我没钱给你这种无底洞填坑。哥，你别骗我了，你现在是网红大厨，全网都在传你的直播，那是日进斗金啊！你随便漏点缝就够救我的命了。你就是诚心不想管我，想看着我死是不是？行，你不给钱是吧？那我就死在你这门口，反正横竖都是个死，我就死在这儿。等明天天一亮，我就让全网的人都知道，国宴大厨、道德模范沈自海是怎么逼死自己亲弟弟的。你看你那酒楼还开不开得下去？想活命，可以，钱1分没有，但你可以留在后厨洗碗、倒垃圾，管你吃住，工资1分钱不发，全部扣下来替你还债。记住了，在这儿给我老老实实的，要是敢再耍什么坏心眼儿，我就亲手送你进局子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，谢谢哥，谢谢哥救命之恩，我一定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。哼，这么大个酒楼，我就不信没有我能捞的钱。没别的办法了，现在到处都要钱，只能把那套婚房卖了，先把眼前的窟窿填上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沈清宁，你疯了吧？那房子是写在我儿子名下的，卖了房子我们住哪儿？让我们全家去睡大马路吗？不卖房，违约金谁还？法院要是强制执行，我们都得进去。我江家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娶了你。当初吹牛说能带过来1000万家产，结果呢？家产没见着，反倒惹了一身骚。还有你那个亲爹，简直心狠手辣到了极点，他就不怕遭
你怪我？妈，你有什么资格怪我？要不是江主非要拿那盘烂花生米去跟我爸较真，事情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你们一家子吸血鬼，吃我的，穿我的，住我的，现在看我落魄了，就想把我一脚踢开。我告诉你们，没门儿！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沈清宁，我是你长辈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们小两口好啊！不了，妈，青莲，你们别吵了。没想到先前远近闻名的湘菜馆，居然沦落到这副田地，真是让人唏嘘啊！青莲，赵叔叔，赵平川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说呢？好歹你爸沈自海也是我当年的同门师兄，听说你们家最近遭了大难，又是被告又是破产的，作为长辈，我总得来看看。原来是那个老顽固的同门，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怎么看我们笑话是吧？看我们被沈自海的老东西害得不够惨是吧？老太太，嘴巴放干净点。我今天过来可不是为了看你们婆媳掐架的。沈自海现在攀上了张家，又成了网红，他眼里早就没你们这些累赘了。他想让你们死，但我不想。你什么意思？哼，合作协议书想要翻身吗？想要让沈自海付出代价吗？只要你们配合我，不仅那点违约金不是问题，我还能让你们重新东山再起。我可以全资帮你们重开这家湘菜馆，规模要比现在的张氏酒楼大1倍。至于你们欠下的那些违约金和债务，我也一并替你们平了。赵叔叔，你跟我爸认识30多年，是同门师兄弟，你会这么好心，在这个时候帮我？认识30年，他沈自海就足足压了我30年。当年在师门论天赋论勤奋，我哪一点不如他？凭什么师傅临终前要把压箱底菜谱传给他，而不是传给我？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我要让他看看他引以为傲的传承，我会亲手毁掉。哎呦，赵老板，您看我这老眼昏花的，您真是大慈大悲的活菩萨呀！之前是我这老太婆不对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江主，还不快给赵总倒水！是，赵总，您喝茶，您往后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。钱我可以给，但丑话说在前面，合同签了，我就是这家店的主厨兼大股东，店里大大小小的一切，我说了算。可是这股份，青莲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沈自海都当众跟你断绝关系了，他那是想要我们的命，你还念着那点父女情分干什么？就是啊，青宁，别优柔寡断了。难不成你真想看着我们一家子卖了房去睡大街？赵老板这是给我们活路，你赶紧签呀！你们说的没错，是他先不要我的，是他把我逼到这种绝境的。这张卡里的钱足够让这家湘菜馆重新开张，而且能装修的比以前更豪华。不过拿了钱就得办事，要是能给对面张氏酒楼找点乐子，让沈自海忙得焦头烂额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哎呦，赵老板您放心，论做饭我不在行，论撒泼找麻烦还没人能比得过我。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我保管让对面的招牌不出3天就臭遍整条街。钱都在这儿了，看见对面那家张氏酒楼没？
反正怎么恶心怎么来就是了。只要事情办成了，后面还有重谢。老太太，够爽快！这种活我们兄弟最拿手，你就瞧好吧，明天准保让他开不了门。人呢？赶紧给老子弄点好茶来解解渴。几位先生，菜单在桌上，您点单就行。我们这儿的茶水是按位收费的，或者您可以点一壶龙井。还要钱？你他妈开黑店呢？老子去过外边那么多高档酒楼，就没听说过喝口水还要钱的。先生，这是店里的规定，如果您不想点茶，我可以为您倒免费的白开水。哎呀，你没长眼睛啊？想烫死老子？什么破服务？就这还国宴大厨？这空调也太次了，热得出汗，椅子也用得硌屁股。这种破地方，居然还有人来吃饭。把你们店里的招牌菜上来。大家都快来看啊！你们看，这就是所谓的国宴大厨做的菜，里面居然有瓜子皮，这哪是做菜，分明是想毒死人啊！就是，这也太脏了。国宴大厨也翻车了。大家安静一下，这位大哥，您先别喊，咱们有话好说。我们张氏酒楼的后厨每天早中晚3次全面消毒，食材都是当天采购清洗的，绝对不可能有瓜子皮。这中间肯定是误会，咱们去后台解决行吗？误会什么？事实都摆在这里了，老子亲手夹出来的，还他妈能有假？我看你们家就是个谋财害命的黑店，仗着有点名气就给客人吃瓜子皮，哥几个给我砸！这种黑心店留着也是祸害。让他砸，顺便提醒你一句，这椅子是正宗的黄花梨木，当初定制的时候一把5万。你今天砸多少，我让你赔多少。你少在这吓唬人！你有钱了不起啊？有钱就能给客人吃瓜子皮？菜里有瓜子皮是事实，大家伙都看着呢。你们卫生不过管，以后谁还敢来吃？所有的出餐，从配菜到下锅，我沈自海都亲自把控。我的厨房里连粒沙子都留不住，更何况是这么大的瓜子皮。口说无凭，你说是你把控就是你把控，证据呢？巧了，昨天刚给店里升级了360度无死角高清监控，连苍蝇的翅膀都能拍清楚。王恒，报警，顺便给律师团队打电话，我要告他们寻衅滋事、敲诈勒索以及损害商业信誉。别，沈师傅，这是误会。王恒，报警！快跑！师傅，我去抓他们！这帮孙子想坏咱们名声，非把他们扭送警局不可。别抓！师傅，这都让他们跑了，咱们有监控，一抓一个准啊！这种地痞没好处不会冒这么大风险。这几个人一看就是故意找茬的，想抹黑我们酒楼，找人悄悄跟上去。我要看看这群狗到底是谁放出来的。明白了，师傅，我亲自去。怎么可能？这所有的菜名，甚至是配图，竟然和我张氏酒楼的菜单一模一样。张氏酒楼同款菜品，国宴级水准，新店开张，全场免费，随便吃，不收1分钱。疯了，全场免费！师傅，查到了，你猜那伙流氓最后去了哪里？去对面湘菜馆了。那家湘菜馆不仅重新开业了，而且简直是疯了。气喘匀了再说。没法匀啊，师傅，他们1比1抄袭了我们的菜单，连菜名顺序都没变。最离谱的是，他们在门口挂了巨幅屏幕，喊着全场免单，全场免费吃啊！怪不得，我就说今天中午怎么才这么点人？刚才我路过门口，好几个老顾客都被他们那边的吆喝声给勾走了。师傅，他们这是明摆着拿钱砸人，想要硬生生把我们酒楼挤兑死啊！全场免单。沈清灵那婆婆我最了解，她连买根葱都要跟人算计半天，这种伤敌1000自损800，
甚至可能血本无归的手笔，他没那个魄力，更没那个家底。您是说，有人在背后支持他，故意给钱让他来跟我们唱对台阶？无论他用了什么卑劣手段，找了谁当靠山，都跟我们无关。传我的话下去，不管对面闹得有多凶，张氏酒楼绝不降价，也绝不搞任何花里胡哨的促销活动。可是师傅，这样下去，客人都要跑光了。跑得掉的是凑热闹的胃，跑不掉的是懂味道的嘴。他们愿意烧钱，就让他们烧个够。我们只做一件事，守住灶台，把每一道菜做到极致。王恒，去检查一下今天的鱼，有一丝不新鲜都给我退回去，哪怕只有1桌客人，也要让他吃到真正的国宴水准。这张氏酒楼真是邪了门了，咱们全场免单，他们那边居然还有不少回头客，生意虽然被抢走一部分，但依旧红火得很。意料之中，我爸做了30年，那些老邻居认的是他的手艺和口碑，光靠免单很难彻底把人抢死。你们最了解沈自海，就该知道他的软肋。一个饭店光有大厨没用，得有手脚。赵总提醒的对，咱们直接砸钱挖人，从帮厨到跑堂的服务员，只要是活口，全给他挖过来，谁会跟钱过不去？只要能让他后厨瘫痪，钱不是问题，立马去办。怎么回事？我这菜都下单1个小时了，还没上齐。哎，这盘红烧肉不是我点的，你们怎么上错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后厨怎么断档了？人都去哪儿了？汪哥，这几天陆陆续续有3个帮厨5个服务员辞职了，刚才又有2个说家里有事，直接不来了，全跳槽去了对面。怎么会？我给的工资福利已经是行业天花板了。对面开出3倍工资，还上4休3，大家都是打工的，心都飞了。到底还有完没完了？我这道小炒肉催了3次了，我是来吃饭的还是来修仙的？快饿死了！别等了，这什么破服务？没见过这么差的店，以后请我都不来。走。各位，实在对不起，今天后厨出了点突发状况，马上就给各位上齐，这顿饭给各位打8折，求大家再等等。哟，汪总，忙着呢，我看你这后头都要起火了，那帮服务员都跑光了吧？四山叔，您就别在这添乱了，没看我这正救火呢吗？我是来帮你救火的呀！你看，我也能端盘子，能收桌子，不过这可不在我洗碗的合同里，得加钱。加，只要你现在能动起来，今天按3倍工资给你算。成嘞，有钱好办事儿，看我的吧！谁让你进来的？你不是负责洗碗后勤吗？哥，现在前头都没啥服务员了，汪总急得都要跳楼了。我这不也是为了咱家的生意顶上来帮帮忙吗？人呢？人都去哪儿了？师傅，是真的，今天早上好几个帮厨和切配都没来，电话也打不通，听说是去对面了。先不管这些，不管还剩几个人，只要灶火没灭，就得把饭做好，不能让外头的顾客饿着肚子走，这是厨子的本分。哥，你看我这手脚也挺利索，要不我也跟你学学做菜，多个人多个帮手嘛。闭嘴！你给我听好了，你只负责上菜，动作给我麻利点，不准出错，更别给我动什么歪心思。要是让我发现你手脚不干净，立刻给我滚蛋！哪能呢，哥，我肯定保证不出错，我这就去。师傅，对面那家湘菜馆简直疯了，他们不仅挖走了我们的领班，连几个做了3年的老帮厨都被他们拿3倍工资砸走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咱们连开火的人手都不够了。腿长在他们自己身上，想走留也留不住。人手不够就再招，这世上想学真本事的人多的是，钱能买走劳动力，买不走人心。可是师傅，咱们现在的菜色虽然口碑稳，但对面全场免单，
现在又超了我们的装修，客人们都说咱们这儿不划算，性价比这道坎儿，咱们怎么跨？谁说我要跟他们拼性价比？尝尝。这口感，陈皮的沉香完全渗进了牛肉，还有这袋子，明明是粤菜的做法，却带着一股极其高级的香辣余味。师傅，您的厨艺造诣简直登峰造极。这3道菜是我结合了国宴技法和地方风味研发的融合菜，从明天起就是咱们店的新招牌。记住，钱能买走人，但做饭的灵感和灵魂他们剽窃不走。我懂了，师傅。哥，你辛苦了。你看这中午多亏我前后跑腿，不然这前厅非得乱套不可。活干完了。干完了。哥，你看我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这奖金……以后只要你老实干活，工资给你涨1000。谢谢哥，我一定好好干，绝对不给您丢脸。赵总，您看沈子海果然留了后手，这是他刚弄出来的3道新招牌菜，连配料比例我都弄到了。融合菜，沈子海呀，沈子海，你还是这么自负。这种技法虽然精妙，但在我眼里不过是几道公式罢了。赵老板，您能做出来吗？不出3天，我会让这3道菜出现在我们的菜单上，而且我会把它们拆解得更适合走量。那价格呢？价格定在张氏酒楼的1半。我要让沈子海明白，他苦心钻研的艺术品，在我手里不过是用来击垮他的廉价筹码。好，太好了！只要价格一压下去，我看谁还去他那破酒楼吃？相信很快张氏酒楼就要撑不下去。各位老邻居、老食客，快瞧瞧，这是咱们主厨闭关数日、呕心沥血研发出的3道融合新菜——陈皮慢炖牛肋骨。这味道全程独一份，绝对让您惊艳。王经理，你这消息也太滞后了吧，还全程独一份呢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可是我师傅昨晚才定稿的。别吹了，对面新湘菜馆昨天下午就上这几道菜了，人家那儿叫跨界牛肋骨，味道跟你这描述的一模一样，价格还比你便宜1半。怎么可能？那是师傅的灵感和心血，他们怎么可能？自己看吧，高清大图，连摆盘都跟你们家一模一样。我说汪经理，你们家现在是不是落伍了？光靠打情怀牌可不行，性价比太低了。师傅，您快出来！沈师傅，你看，这几道菜我还没完全研究成熟，连配料比例都还在微调，对面竟然已经上市了，回回都赶在我们前面，这其中肯定有鬼。别急，那些不过是开胃小菜，被学去了也无伤大雅。哟，沈师傅，听您这意思还有大招？各位，实不相瞒，我手里还压着一道真正的压轴大菜——金玉满堂乾坤鸭。这道菜工艺复杂，我本想留到下个月庆典，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，我今晚就开始试菜，明早准时推出，保管让各位眼前一亮。好，沈大师亲自放话，那我们明天一定来捧场。明天一定来。赵总，快看，这是沈子海传出来的视频教程，连火候和放盐的克数都录得清清楚楚。乾坤鸭，既然沈子海说明早推出，那我就今晚连夜上市。还是咱们动作快，赶紧让后厨照着做，咱们今晚就打出广告，让姓沈的明天一早出来直接撞墙。这么便宜的国宴大菜，得赶紧就把呸！一股苦味，腥臭气！哎呀，我肚子疼！这什么东西？一股苦味，还有股腥臭气，这鸭子没洗干净还是坏了？这肉是生的吧？里面全是血水，你们这是杀人餐厅吧？这种垃圾也敢卖？退钱，赔医药费！别乱说，这可是按照最正宗的方子做的。赵总，不对劲儿啊！那视频里的方子配料全是相克的，火候越久味道越苦，这菜根本没法吃啊！师傅，神了，真让您给料着了。对面那家湘菜馆推出的乾坤鸭彻底翻车了，现在门口围了几十号人，又吐又骂，连救护车都来了。听说那帮食客正聚众闹事要说法呢，警察都快到了。
意料之中的事。师傅，我一直纳闷，那视频里的步骤我看您做的挺真，怎么他们做出来就成了毒药了？既然知道店里有内鬼，我怎么可能把真房子亮出来？我故意改了几味关键调料的投放顺序，还加了几样相克的药材。这菜火候不到是生的，火候一到就是苦的，吃下去不吐才怪。姜还是老的辣，这招反客为主玩得漂亮。不过师傅，这内鬼咱们就这么放任他在后厨？后厨是我的地盘，想把这只耗子揪出来还不简单。但我现在更想知道的是，沈清灵婆婆背后那个出谋划策的老板到底是谁？能一眼看穿我融合菜逻辑的人，绝不是泛泛之辈。师傅，这件事交给我，我今天非得把那个缩头乌龟的底给摸清楚不可。小心行事，别打草惊蛇。赵总，现在外头全乱套了，那几道菜吃坏了好几个人，沈子海一定是故意设套坑咱们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一点小事就自乱阵脚。沈子海想跟我玩阴的，他还嫩了点。既然他想玩，那我就陪他玩场大的。您的意思是？既然张氏酒楼的名声还没臭，那我们就帮他加一把火，让他彻底翻不了身。师傅，我查到了，背后的人是赵。汪恒这小子平时最准时，怎么还没回来复命？喂，汪恒，请问是沈自海先生吗？这里是交警大队，汪恒在湘菜馆后巷遭遇严重车祸，伤者正在市中心医院抢救。你说什么？车祸？师傅，您来了。发生什么了？梅留神被车撞了。师傅，别难受，我没事儿，死不了。而且您交代的任务我完成了。都还管什么任务了？师傅，看视频，我拍到了那个跟江主接头的人。赵平川，原来是他。厨艺比不过，就开始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挖我的人，偷我的方子。师傅，您认识他？何止是认识，说起来都是认识几十年的老相识了，只不过一直不对付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看来有必要彻底解决一下。你好好养伤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解决。你们看没看到张氏酒楼的大门都关了好几天了，连个鬼影都没有？我看沈子海这回是彻底混不下去了，缩在里头当王八呢。妈，这还用说吗？有赵总亲自坐镇，又是断他人手，又是劫他财路，那破酒楼倒闭是迟早的事儿。我看也就是这3-5天的事儿了。光靠我爸一个人肯定撑不起来，没准过几天他就会回来找我们了。哼，原本我还在发愁该怎么给这把火再添点柴，谁知道那个叫汪恒的居然自己出了意外。沈子海现在估计正抱着他那残废徒弟哭呢，大快人心。岳父，当初离开的时候，你不是当众发过誓，这辈子再也不会踏入这里半步吗？怎么，这才几天就自食其言，上赶着回来了？还能干什么？没看见张氏酒楼都关门大吉了吗？我看是走投无路，混不下去了，想回来求咱们收留吧。闭嘴！赵平川，好久不见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沈子海，你装出这种兴师问罪的样子干什么？你那宝贝徒弟被撞，是他自己没长眼，跟我们可没关系。沈子海，饭可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可是遵纪守法的生意人，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商业竞争本质。说到底，你还是冲我来的。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，没必要牵扯其他人。沈子海，饭可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可是遵纪守法的生意人，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商业竞争本质。说到底，你还是冲我来的。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，没必要牵扯其他人。沈清灵，之前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你参与了多少？有没有你的主意？爸，我才是你的女儿。
你为了个徒弟来质问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这像话吗？沈清灵，我是该好好教教你了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爸，你打我！从小到大，你从没打过我。沈清灵，你听好了，这一巴掌我不是作为父亲打的，而是替你在天有灵的妈妈打的。你与其在这儿浪费口舌，搞什么家长里短的戏码，我劝你不如多花点时间去医院陪陪你那个宝贝徒弟。听说撞得不轻啊？你说那双腿以后要是残废了，他还能站在灶台前拿锅铲吗？一个废人厨子，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赵平川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除了会用这些见不得光的下三滥本事，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你只能靠落井下石来维持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，真是可悲。我可悲？沈子海，你以为你还是当年那个呼风唤雨的厨神？现在的你不过是个守着破店等死的丧家犬。既然你觉得我没长进，那我们就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比划比划。这是顶级综艺《厨神争霸》的直播挑战书，全公开、全透明、全国直播。综艺直播？没错，3局2胜。沈子海，你有种就跟我上台，我们要签生死契，输的人永远滚出厨师界，这辈子不准再碰锅铲，你敢吗？刚才不是还挺横吗？怎么现在哑巴了？怕了？要么接受在台上输个痛快，要么现在就滚出这里，永远缩在你的破酒楼里当缩头乌龟。我接受。紧急报告，本市2位超级名厨将在近日进行厨王争霸生死巅峰对决。师傅，新闻上说的是真的吗？您真的答应跟赵平川那个疯子签生死局了？是真的。师傅，赵平川这阵子又是免单又是挖人，他是有备而来啊。怎么，跟了我这么久，难道你觉得我会输？我坚信师傅您不会输。论厨艺，10个赵平川也不是您的对手。可是这次厨神大赛的规则改了，并不是只靠单人比拼，第一轮是学徒对学徒，赵平川那边肯定会派他手下最顶尖的学徒，甚至可能从省城高薪挖人。可我这双腿偏偏在这个时候骨折了，我上不了场，我这是在拖您的后腿啊。别想那么多，安心养伤，学徒赛的事儿换小刘上就行。只要我在，张氏酒楼的天就塌不下来，一切有我。小刘怎么还不接电话？各位观众，厨神大赛第1轮师徒传承赛即将开始，请双方学徒尽快就位，倒计时3分钟。沈子海，你那个得意门儿汪恒还在医院里躺着吧？没学徒上场，我看你这第1轮怎么比？你要是现在跪下来求我，说不定等会儿我赢了，还能给你留口饭吃。时间还没到，你急什么？最后60秒，张氏酒楼学徒若再不现身，将视为自动弃权。沈师傅，对不起，高速上出了连环车祸，整条路被封死了，救援车都进不来，我根本走不了啊！哈哈哈，连老天爷都不帮你啊，沈子海！你平时不是自诩名师出高徒吗？怎么到了生死关头，身边连个能打下手的人都没有？师傅，您就别难为沈大厨了，没了汪恒，他那些徒弟全是酒囊饭袋。岳父，没学徒上场可是直接判负的。您这厨神招牌，今天怕是要摘下来当柴烧了。沈师傅，还有最后50秒，如果您的学徒再不到位，根据规则，第1轮师徒传承将视为弃权，您的总分将直接落后30分。搞什么？还没比呢就要输了？听说沈师傅的大徒弟腿断了，这不得被对面钻了空子？哎，可惜了。谁说张氏酒楼没人了？汪恒，师傅，我这条命是您给的，
这只手还能拿刀。想要我师傅的招牌，先问问我同不同意。王恒，你胡闹什么？医生说你起码要静养3个月，谁让你出院的？赶紧给我回去！师傅，这种时候我怎么能回去？小刘堵在路上，如果我不来，张氏酒楼今天就得不战而败。我绝不能看着您辛苦经营一辈子的名声毁在赵平川这种小人手里。好孩子。裁判，我抗议，这不符合规定。出身大赛是神圣的舞台，他连站都站不稳，怎么能参加比赛？这简直是拉低了比赛的档次。哼，怎么怕了？怕你自己四肢健全，最后却输给我这个坐轮椅的？做饭靠的是手和脑子，不是靠腿。要是你们连个残疾人都比不过，我劝你也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直接原地弃权认输，回家抱孩子去吧。你个死瘸子，我看你等会儿怎么动！规则中并未规定残障人士不得参赛，只要能独立完成菜品即为有效。我宣布，第1轮师徒传承赛正式开始。单手颠勺，这力度，这平衡感，简直绝了！不愧是沈子海带出来的徒弟，这身傲骨和手艺真的牛逼！时间到，请双方停止操作。张氏酒楼，王恒，请评委品鉴。真是不可思议，在学徒汪恒带双上阵单手操作的极端劣势下，他凭借精湛的刀工和失传的颠勺绝技，最终以3分之差险胜。我宣布，第1局师徒传承赛，张氏酒楼胜。师傅，我没丢您的脸。做得好，你是我的骄傲。废物，给你投了那么多钱，让你用最好的食材，你竟然输给一个坐轮椅的死瘸子！赵总，是那小子的招式太古怪了，我没防备。第1局输了，如果再输一把，我赵平川这辈子就彻底完了。沈子海，你以为凭实力就能赢？天真。喂，是我。局势有变，那张牌该翻过来了。各位，明人不说暗话，第2轮是盲品赛，只要你们3个动动手指，沈子海就算做出龙肉来，他也得输。赵总，这沈子海的名气太大了，万一差距太明显，我们会被观众看出来的。各位都是有本事的人，差距问题，相信你们会自行解决。大家都是同行，互惠互利才是真。相信各位也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。你这是威胁？哼，怎么能叫威胁呢？这叫资源整合。只要沈自海倒了，这华南地区的餐饮协会还不是各位说了算？成交！成交！哈哈哈哈哈！沈子海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翻身？欢迎来到厨神大赛第2轮的比赛现场。第1局，张氏酒楼拔得头筹，而这一局，双方将派出2号学徒进行鸡粉功的比拼。究竟是张氏酒楼一鼓作气，还是新乡菜馆绝地反击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沈师傅，我心跳的好快，汪恒哥都拼成那样了，我要是搞砸了，我就是酒楼的罪人。别去看镜头，也别去想输赢，就把这儿当成咱们酒楼的后厨，平常心对待就行。记住，你的刀就是你的心。是，师傅。爸，是不是没想到这一局对手会是我？青宁，看来双方选手的渊源颇深啊。废话不多说，第2轮比赛切丝于火候，现在开始。平川，这一局的结果已经很明显了。
咱们认识了30多年，从当初学徒时睡大通铺到现在，没必要非得走到绝路上。怎么，沈大厨这是在跟我忆往昔峥嵘岁月？趁现在结果还没公布，你认输吧。只要你收手，那个输者退出厨坛的生死局，我可以当没签过。沈子海呀，沈子海，你还是那么自以为是，总觉得自己稳操胜券。你得意的太早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决定输赢的，从来不仅仅是灶台上那点手艺。你什么意思？各位观众，经过5位评委的严格评审，第2轮基本功之战的得分已经出来了。第2轮获胜者是新乡菜馆沈清灵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不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刀工明显比他……黑幕，绝对有黑幕！那豆腐丝切成那样也能拿满分？你们收了多少钱呀？不要脸！听到了吗，师兄？这就是规则。我要求申诉，请各位评委给出具体的理由。我徒弟的文思豆腐，刀工细如发丝，汤头清澈见底，究竟哪一点输给了对面那盘粗制滥造的东西？沈师傅，请注意你的态度，我们是专业评委，看的是综合素养。你徒弟的菜虽然刀工尚可，但汤底调味过重，掩盖了豆腐本身的清香，这叫喧宾夺主。没错，而且这火候也过了，豆腐丝入口即化是不假，但少了那股子韧劲儿。反观沈清灵小姐的作品，虽然刀工略逊，但胜在灵气十足，完美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。灵气，调味重，你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这汤我亲自尝过，除了盐和泉水，连一粒味精都没放，何来调味过重？你们这是指鹿为马！沈子海，说不起就直说嘛，在那儿大呼小叫的给谁看呢？你要知道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别总觉得自己那套老掉牙的东西是圣旨。爸，在这儿闹只会丢了您的身份。这些都是圈内最专业的评委，你公然质疑评分，就是对大赛制度的挑衅。按照规矩，这是违规，可以直接判你出局的。制度，专业，青宁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这局你是怎么赢的？爸，你应该高兴才对，我做的这一手好菜，精髓可都是源自您啊！我能赢，说明我深得您的真传，这不正好说明我们是亲生父女吗？评委的判定即为最终结果，不予更改。青宁，你以为你赢的是一局比赛？你帮着外人，亲手把自己的亲生父亲推到对立线上，让全天下的人看咱们沈家的笑话。哼，沈大厨说不过就开始论资造辈，比不过就开始打亲情牌了。你是看自己快输得倾家荡产了，所以想求女儿放你。赵平川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坐下。各位评委，这世上的路很多，有的路宽，有的路窄，但有些钱拿了是要烫手的。烫手的钱？师傅，您的意思是，难道是赵平川收买了评委？怪不得我们的菜明明更好，他们却睁着眼说瞎话。赵平川竟然在厨神大赛搞黑幕！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没证据的诬陷，我是可以告你诽谤的。证据，在这行混，菜品就是最好的证据。赵平川，下一局我会让你知道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全是垃圾。师傅，今天那3个评委的表现你也看到了，赵平川已经把路封死了。如果明天的评委全部被收买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明天将是必输之赌。师傅，张氏酒楼倒闭也无所谓，大不了咱们换个地方重新开始。可是那份生死状，不能让您自断双手啊！都是因为我，要不是我大意被人撞断腿，您根本不用接这种局，更不用拿这双切了一辈子菜的手去赌。是我害了您。
王恒，抬起头来。既然避无可避，那就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赵平川觉得他能买通人心，但他买不通天下人的嘴。师傅，您这话的意思是不是已经有对策了？您想到破局的办法了，对不对？他想要我的手，也得看他有没有那个胃口吞下去。二叔，这里面的钱足够你下半辈子在国外花了。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，这张卡现在就是你的。这可是我亲哥，要是被他发现，他非得打断我的腿不可。亲哥，你欠下那几百万高利贷的时候，你那个亲哥除了让你去刷碗，还给过你什么？二叔，这是你最后翻身的机会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别，我干还不行吗？侄女婿，我一定办得滴水不漏。哥，这可不能怪我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年头，谁能拒绝得了金钱的诱惑呀？万众瞩目的时刻终于到了，欢迎来到厨神大赛全球总决赛。今天站在台上的两位，不仅是厨艺界的泰山北斗，更是曾经同出一门的师兄弟。据可靠消息，双方已签下生死状。今日一战，输者不仅要输掉名声，更要从此自废双手，永世告别厨师界。赵平川，新派湘菜之王，干掉那个老古董。沈师傅的手艺才是无敌的，张氏酒楼必胜！哈哈哈哈哈！为了保证这场巅峰对决的绝对公平，节目组临时决定将原有的5位评委扩充至7位，新增的2名评委将拥有独立的1票否决建议权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5个老家伙我明明已经搞定了，这多出来的2个是谁？赵总，我也刚收到消息，半小时前，节目组突然进了一个新投资方，一掷千金，直接砸了1个亿的赞助费。条件只有一个，就是必须增加2名由他们指定的专业评委。导演组那帮见钱眼开的货，根本拒绝不了啊！新资方在这个节骨眼上砸钱，这是要跟我作对的。下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本届大赛的荣誉赞助商，也是本次决赛的特邀首席评委李总入场。竟然是他！赵平川，真正的博弈现在才开始。我没看错吧？那是李总，咱们本市的首富啊！他名下的产业遍布全国，平时连财经访谈都不参加，今天居然出山来给厨艺大赛当评委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业内早有传闻，沈自海沈师傅跟李总交情不浅。李总这次露面，明摆着是冲着沈自海去的。有这位爷坐镇，谁还敢搞小动作？赵总，好像不仅是人数增多，咱们之前喂饱的那几个评委，刚才全被节目组以违规名义撤换了。现在的评委，全是李总带来的专业审计和美食家。沈自海，你行啊，藏得够深的。我还以为你真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，结果呢，还不是一样请动了首富来压阵。赵平川，你想说什么？哼，别装了，
口口声声说我卑鄙，结果你自己也是个只会动用关系玩弄资本的小人。这比赛还没开始，你就已经把裁判都换成自己人了，这叫哪门子的公平？你错了，之前的评委之所以被换掉，是因为他们涉嫌大规模受贿，就在刚才已经被纪委和公安的人带走了。至于他们为什么受贿，受了谁的贿，背后的原因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请李总来，不是为了偏袒我，而是为了让这场比赛能干干净净的比完。我沈自海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，好一个问心无愧！沈自海，你以为换了评委就能一帆风顺了吗？厨子比的是手艺，可要是连像样的食材都没有，我看你拿什么赢我？各位，厨神大赛总决赛的规则只有一条，由主厨自备食材。因为真正的顶尖厨师，从食材的挑选、运输到处理，都必须亲力亲为，这是对美食最基本的敬畏。各位请看，这是我专门从南非空运而来的2头干鲍，这是深海蓝鳍金枪鱼最肥美的腹肉，还有这株野生长白山百年参王。为了这顿盛宴，我耗资千万，只为让各位品尝到这世间最珍贵的滋味。那么，沈大厨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顶级惊喜呢？请揭晓。怎么会？哦，什么味道？沈自海是在冷库里装了垃圾吗？沈自海，今天李总和这么多美食界的泰斗、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在这儿坐着，你就拿这些发臭的烂东西来敷衍人？各位评委，沈自海这是在公然羞辱大赛，羞辱各位的人格。他这是觉得各位不配吃好东西，只配吃这些喂猪的烂肉吗？你这么对待他们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师傅，我昨晚明明亲自检查过食材，每一块都是我看着放进保险箱的，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是谁？是谁动了手脚？妈，您看这出戏精彩吧？这可都是儿子的杰作。沈自海想翻身，下辈子吧。好儿子，真有出息，就该这么办。我看沈自海这次还怎么嚣张，身败名裂就在今天。我要看着他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被赶出厨艺界。爸，这些东西一看就不只是坏了那么简单，这上面都长了霉斑，说不定吃下去都要死人的。您就算再怎么不重视这场比赛，也不能拿观众和评委的性命开玩笑啊！这种烂肉也敢端上来？亏我以前还觉得他是厨神，这专业态度也太差了，简直是业界的耻辱。裁判！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他现在连一片能下锅的叶子都没有。我建议立刻宣布沈自海弃权，让他滚下这个舞台。李总，各位评委，这按照章程，如果选手无法提供合格食材，确实只能判定。谁说我要弃权？沈自海，你那箱子里全是臭不可闻的烂肉，拿什么比？拿你的命比吗？赵平川，你记住了，厨艺的本质是化腐朽为神奇。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拘泥于环境，更不会被一堆烂肉困住手脚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儿卖弄情怀呢？你那箱子比垃圾桶还脏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空手套白狼。既然选手坚持，我宣布厨神大赛总决赛巅峰对决正式开始，计时3小时。师傅，我现在就给酒楼打电话，让他们把备用食材送过来，或者我让人去附近的菜市场抢最好的货，您等我。不用。师傅，这就是您的后手。王恒，开火，我们今天就做这个。我没看错吧？白菜豆腐，他要拿白菜豆腐去对抗人家的山珍海味。这沈自海是彻底放弃治疗了吧？这跟自杀有什么区别？必输无疑啊！白菜豆腐，沈自海，你是想提前给自己做顿散伙饭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
大道至简。师傅，真的能行吗？对面可是两头霸和百年参，咱们这白菜豆腐……稳住心态，把火控在文火，不要看台下。记住，能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食材的好坏，而是烹饪的技巧和这颗做菜的心。这种律动感，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。各位评委，请品尝，这道菜汇聚了深海与高山的精华，每一口都是金钱与时间的结晶，鲜美绝伦。这鲍鱼的火候恰到好处，参味入骨，绝了！这种层次感确实只有顶级食材才能堆砌出来。赵主厨费心了。沈子海，你看看人家这叫菜，你那叫什么？白水煮菜叶子。这种东西完全拿不出手，简直是丢尽了厨师的脸。沈子海，我劝你趁早认输，自己把那双手剁了，还能走得体面一点，别在这儿碍眼了。李总，请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这汤看着像清水，入口却是醇厚至极的肉香，舌尖竟然还有一种如丝绸般的顺滑感。沈大厨，请务必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用最简单的白菜和豆腐，竟然做出了完全碾压顶级鲍鱼的鲜美，这简直是神迹！所谓开水白菜，其精髓不在菜，而在那碗开水。我用母鸡、火腿、排骨吊汤数十小时，再以肉蓉反复吸附杂质，方得这碗清澈见底却浓缩了百味精华的汤头。以极繁入极简，这才是中国菜的武器。不可能！我不信，这绝对是假的！你加了料，沈子海，你一定是在里面加了某种违禁的化学增鲜剂，否则这白水里怎么会有这种味道？你作弊！各位评委，他在作弊！赵平川，够了！我李某人吃过的山珍海味不计其数，这汤里有没有科技与狠活，我的舌头比你清楚。沈大厨的汤底纯正温润，那是时间的味道。你输不起，就想往别人身上泼脏水吗？李总，谁不知道你和他交情深厚？你当然替他说公道话。这比赛不公平，你放肆！赵平川，既然你还是不服，那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主持人，把这些汤分给现场的观众，好坏与否不用评委说，让老百姓的嘴来评判。天哪，我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吃的汤，感觉整个人都升华了。谁说沈师傅弃权了？这才是真正的厨神！沈师傅万岁！我宣布，本届厨神大赛总决赛的最终胜者是张氏酒楼沈自海。输了，我竟然输给了一颗白菜。赵平川，还记得开赛前的赌约吗？输的人要从此自断双手，告别厨师界。现在胜负已分，你是自己动手，还是等我帮你？为什么我用了最好的食材，甚至动用了所有的关系，却还是永远比不过你？沈自海，你到底凭什么？王恒，算了，我沈自海是拿菜刀的厨子，不是混黑社会的，我不需要谁的手，也不会把人逼到那种绝路去。施舍我，沈自海，你以为你放过我就会感激你吗？赵平川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你之所以会输，是因为你早就丢掉了厨师的本心。你为了赢，
无所不用其极。一个心里只装着算计的人，他的菜是不会有灵魂的。从你决定用手段作弊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注定会输给我。你不配再当一个主厨，更不配站在这个灶台后面。就算我输了厨艺又怎样？你没有证据证明那些事儿是我做的。只要我走出这道门，我依然有的是钱翻身。我绝不会感激你这种虚伪的仁慈。他有大量不想跟你计较，但我李某人眼里揉不得沙子。拦住他！逃跑的沈自山已经被我的人抓获了，他已经全部招了，包括江竹如何让他潜入冷库破坏食材，以及你们2人如何内外勾结控制评委。你们涉嫌商业诈骗及故意毁坏财物罪，必须去公安局接受调查。你们不能带走他！亲家公，沈大厨，求求你放过江竹吧！以前是我们不对，是我们猪油蒙了心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法律不是买卖，江夫人，你求错人了。青宁，你快说话呀！那是你老公，快求求你爸，他最疼你了，只要你开口，他一定会心软的，快跪下求他呀！爸，别叫我爸。沈清宁，从你帮着外人算计张氏酒楼，从你为了名利不走端的那天起，我就早就不把你当女儿了。至于怎么处理他们，那是警察和法律的事。爸，我错了，求求你，求你原谅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江竹进了派出所，江母因为心梗住院，江家彻底倒了。你是因为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才想起自己还有个被你亲手抛弃的老父亲吗？不是的，不是因为这个。爸，我看着江家散了，我才发现以前追求的那些名利都是假的。我只是想求得你的原谅，我想回家。回家？沈清宁，你看看这雨，落下去的水还能收回来吗？我们原本可以有一个最幸福和谐的家庭。我可以教你做菜，我们可以父慈女孝，守着酒楼过一辈子。爸，已经毁掉的东西，再也挽回不了了。走吧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撑伞。哈哈哈哈！各位慢用，今天的白菜豆腐汤可是我师傅掌勺。所有人在，开火！